大家早上好，今天是5月30号。那么今天早上的第一个视频，我们主要是来聊一聊数字货币。那么之前有粉丝留言投稿，想问一下这个比特币近期的一个走势。那么从我个人的一个观点来说的话，因为此处突破之后呀，比特币并没有出现连续的强攻，而是在这个位置出现回踩。所以这个位置是继续上涨，还是出现一个升幅回撤？目前是概率一半一半。因为从波浪理论的角度来说的话，那么这里如果就此打住反弹就此打住，那么它可能会形成一个强势币的一个走势，就是稍微超越了之前的一个高点但是并不多。强势币这在波浪的形态当中以往也是经常见到的。那另一种呢，就是目前只是针对这一段上涨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回撤调整，那么它可能在相对的黄金分割的支撑位上形成有效的支撑，然后再次上涨。所以它的结构并不是特别的清晰。那其实我可以建议这位粉丝呀，我们可以关注一下除比特币以外的其他的品种，比如说咱们5月27号发布的这个以太坊的中长期走势。那上一次视频我们讲到了这个以太坊的中长期走势上涨还没有结束，但是短期呢，可能是由于遭遇到了这个半分位50%的位置的一个压制，可能会出现一个回落。反而我现在认为以太坊近期的机会可能会好于这个比特币，所以今天我们再次更新一次以太坊的短线的一个回撤，次级别的一个波段做空机会。首先我们还是看回它的一个天图，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以太坊的上涨是触及到了黄金分割 0.5 的这样一个位置，大致是在2750附近。在这个位置出现调整是一件很正常的一件事情而且这个幅度也不会小。那主要我们还是要看当前它的回撤的一个级别，这里面就存在两种预期。第一种预期就是从这个相对的底部上涨它之内部结构的一个主升三浪已经结束了，1、2、3，这里需要一个4浪调整，然后再有一个5浪上涨。如果是以这种形式出现，那下方的支撑大致是位于 0.382 的位置，也就是2314附近。那从目前的点位来看，向下的话大概有250点的一个下跌空间，这是一种预期。第二种预期，从相对的底部1400附近的上涨反弹或上涨的第一波结束了，那它必然会出现一个相对较深的一个回踩，然后才会恢复再次的一个上涨。那这里我们就需要关注下方 0.618 到 0.764 这个区域，2019和1836两种不同的走势都预示着近期在这个 0.5 的压制之下，它会出现一波回撤，只不过是回撤级别的包括幅度的不同。那相对来说的话，那就比较明确，至少在2314跌至2314之前这一阶段它是比较明确的这个空间是比较明确的。当然以上所有的推论都有一个前提，就是昨天的高点这个2788不能被再次突破那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就知道了目前存在的机会，那2580跌到2314大概是260-70点，那这个位置2584我们就要找到它的一个最近的次级别压制在哪里。好，下来我们将时间调整到小时图看一下。好，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小时图当中向下已经形成了一个下五波结构那就说明比较明确的是此处无论是反转也好还是回撤也好，它已经形成了这种调整的态势。那下来我们其实就是很简单，通过黄金分割的划分找到它几个关键的压力位在这些压力位上我们去尝试去做空
最近的一个压力在0.3822646，再往上的话，压制那可能就相对来说比较高，在2701。那么今天其实我们就是耐心的等待啊，等待这个做次级别小波段做空的一个机会。1、2、3、4、5，这目前是出现了小时级别的一个5波下跌。此处我们就考虑反弹，然后看跌，能否一次再次跌破前低不好说，那至少空间下行的空间是有的，这是一种弱势反弹之后的下跌。还有一种就是相对来说它的反抽力度比较强，它可能会走出一个3波形态打到这个0.618靠近0.618的位置，再次下行。那么其实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就是2646或者2701这两个位置，等待一下这个小级别波段的一个做空机会。那如果是2646你附近做空的话，那止损也不需要放太大，50-60个点足矣。那同时也刚好是可能会将这个2701附近的这个压力位也刚好能躲过去。因此目前我给大家的建议是选择合适的品种选择结构清晰的品种，选择波浪形态明晰的品种，我们去操作。可以暂时将比特币放一放，把关注力度首先放在这个以太坊上。那么如果大家有其他感兴趣的品种，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我们分析的内容主要是美股、港股、数字货币、期货以及金银油。好，今天上午的视频到此结束，我们下一期再见。